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前驻纽大使纪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晨好，各位朋友好。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川习会到底是要见面还是不见面啊？每天川普都在变。川普说呢，他预期会跟习近平谈妥一切，包括了稀土、黄豆、乌俄还有核武。之前还说台湾也在这个议题上面。不过我们来看到啊，其实呢，这个习近平他不仅川习会要不要见川普，甚至在 APEC 到底要不要出席，北京到现在还是三缄其口的。甚至呢，这个川普自己也说了，也有可能最后不见呐。难道川普是在打预防针吗？说不是他不见我，是我也可能不要见他。到底是谁不见谁呀？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川习会之前呢，目前我们的美奥勒冈州的参议长，他现在人是在北京的。韩正，我们的大陆国家副主席，他已经去会见他了。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谈了什么呢？韩正说啊，希望美国同中国相向而行，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意思就是说呢，两国要一起合作，不要每一次都是你美国说的算。但是在美中稀土战白热化的情况之下呢，美国又出招了，他们祭出了什么措施呢？他们呢严拟要禁售软体产品给中国，包括了笔电到喷射引擎，全部都列入了。那这件事情实施出口管制，就导致美中的高科技贸易是相当的紧张了，甚至还说呢，针对这些产品的禁止出口，美国可能会与 G7 的盟友来进行协调。一方面踩得相当的硬哦，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贸易代表也赴大马来会大陆官员讨论稀土问题。他们说他们要专注重启美国的稀土产能，希望减少对中国供给的依赖。可以看到啊，一下硬一下软，这个专家就称了，这代表中国稀土管控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火力展示，更凸显出了川普正陷入找不到和北京交手的最佳策略的窘境。好，不过呢，这个川普他祭出了要禁售软体，影响的是什么呢？先影响到自己的美股收黑了。可以看到啊，半导体科技半导体族群成为了重灾区，美股四大指数中场是全面下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了 2.36%， 道琼指数下跌334点，标普500跌了 0.5%， 哇，真的是踢到铁板了。而华尔街日报甚至也说了，他说呢，其实中国就是已经看准了川普非常的在意股市，所以他才能踩得这么硬，因为最后川普为了股市而塌口。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最近的数据也出炉了，发现美国的进口商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因为呢，从9月份的出口进而看到啊，从中国运往美国的9月比8月还要更高奇怪，关税不是一直都有吗？怎么还越来越高呢？看起来这个关税壁垒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另一方面呢，现在两方啊都是在以升级来促降级这样的情况，而双方呢都锁定比较难缠的攻击者。什么是比较难缠的攻击者呢？像是啊，美国的商务部就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可能他的说法就比较硬。那财政部长贝森特可能就是比较受市场欢迎，所以他们就去攻击这个商务部，然后去吹捧这个财政部。好，那这样子的情况呢？美国跟中国现在打得这么火热，那到底最后习近平会不会能够跟川习来一场川习会呢？首先，我们先来请邱毅委员来评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尤其是这一次在韩国庆州 APEC 的峰会，川普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而这个见面是好会，还是最后会搞砸的坏会？是受到全球的瞩目，而就在这个会准备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也正在进行中美的2个谈判团队的磋商。所以现在我来分析一下，川普一贯最喜欢玩的谈判的招数，叫做引军入瓮。什么叫引军入瓮呢？他一开始给中国大陆提的条件是，我现在希望在这次 APEC 的峰会
能够顺道的跟习主席大家来谈一谈大豆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大豆原来是以中国为市场的，那现在中国转向巴西买，转向阿根廷买，美国这些中西部农业州的大豆几乎都快烂掉了，它的整个的谷仓也都要爆掉了，所以这时候要谈的是大豆的问题。那既然美国要谈大豆的问题，那习近平也乐得跟美国去谈芬太尼那20%关税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严格来说是比较单纯的，可是呢，等到双方有个 MOU 之后啊，川普又开始加码了。这就是川普的策略，他把你引进了他的瓮里面之后，引君入瓮，就开始加码，开始说哎呀也要谈稀土，然后紧接着就进行了许多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笔电啦、喷射引擎啦、液晶显示器啦等等的出口管制，什么都来了。然后呢，等到中国大陆觉得你没有诚意嘛，到底要谈还是不要谈？结果把稀土进行全球的出口管制的时候，美国又把关税加到155，然后又出了很多的花样，不断的加码，然后川普又出招说他可能会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跟普京会，但是我就觉得两个的时间怎么重叠啊？这个重叠的意思就是在逼大陆，逼对方谈判的对方，那么要软化。可是呢，川普会玩这个张良计，中国就有过墙梯。这个过墙梯，我把它叫做口袋阵，我就把它引进口袋啊。因为每一个像中美这种大国的领导者，都是要里子也要面子。那既然要面子的话，那你现在中国保持神秘，我四中全会还没有开完，今天才要闭幕，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习近平到底去或不去，所以保持了一个悬念。可是呢，川普马上出发在即啊，因为他已经不去东盟的峰会了，那怎么办？他又跟高市早苗又约定了28号在日本要谈，也很重要啊，5500亿美元的投资额要落袋为安啊。另外还有采购呢，还有日本的防卫支出占 GDP 的比重都要谈啊。驻日5万美军，它的费用军费谁负担也要谈啊。所以日本行不能不去啊。那日本行完了以后，29号就得到韩国庆州啊，李在明也在等着他谈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有3500亿美元的投资额，另外还有美国的造船产业需要韩国来帮忙，另外还有采购的问题，再加上朝鲜、北韩这时候射了弹道导弹，哇，糟糕了，韩国紧张了，所以笃定要去谈美国给韩国的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非常的重要。那川普人都出来了，你总不能在日本谈完，在韩国谈完以后，习近平没来，那他就得打道回府，不可能吧？这么丢纸脸了。那回到美国话，抗议他的人潮就更多了。好，所以他只好表现诚意。什么诚意？我把匈牙利跟普京的布达佩斯之双普会取消，所以他其实在这一个双方角力的过程里面，其实川普已经输了一招了。川普其实很想要见到习近平的对了。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介大使，你怎么看呢？他们真的能见到面吗？现在看起来是不太乐观了啊，因为其实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啊，从头到尾都是川普一个人在说啊。大陆你去问，没有人说习近平说要跟他见面，没有人敢说。那每次问外交部，外交部发言就说，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提供。对，然后说中美关系啊，大家要什么啊？要双向而行，就讲没有正式答复啊，从来没有说
习近平答应要跟川普在韩国见面，所以川普基本上啦，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他就是自导自演，然后呢，最后自己摸摸鼻子下台。那现在看起来为什么不乐观？就是说这几些问题的话，是美国你要让步的，你不让步的话，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呢，你基本上你说为什么中国拿稀土出来对付美国？因为你美国在今年的9月14号、15号在马德里会谈，不是谈得好好的吗？回家不到2个礼拜，你就连出3招，又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啊！所以跟美国谈的话，事实上的话，换任何人就说跟他谈有什么用？谈好了，过不到2个礼拜他又出手了。所以我记得是10月3号跟10月9号嘛，美国连出2招，一个是广口税，另外是又把这个进一步的美国这些又不准这个 ASML 进一步的销售所有的这种光刻机，那中国大陆就宣布稀土这叫全产业链的怎么样管制出口，全产业链，然后呢也对美国相对提出的美国商船，美国的挂美国旗的船，我也给你收这个港口管理费，所以这都是美国不断的在出招。那从中国大陆的外交风格，其实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元首外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元首不是去谈判的，没有说公司的老总坐下来才谈判，都是下面人都讲好了，是啊，上面人来怎么样？大家行礼如仪一下，然后就说我们有共同的成绩。你川普回去要好交代，习近平也回去要好交代啊。所以呢，没有说都没搞定就见面。那川普就常常这个样子，他就喜欢这样，而且没搞定他就要见面，他认为反正他是独裁者，一切他讲了才算。可是人家不是像他这样子啊，而且呢，川普这个人喜怒无常，翻脸比翻书还快，然后呢，喜欢在当面呢发表这个非常情绪化的处理问题，谁跟他见面谁吃亏的机会比较大。所以你看普丁就很厉害啦，普丁就是说这种没有见面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不要见了，也是美国宣布突然要到匈牙利去跟这个川普要跟匈牙利要去跟这个普丁见面，人家普丁就最后就说没有什么意义就不去了。那现在习近平只是说还给你川普一点机会，也就是说你跟我要这些东西，你跟我要稀土，你跟我要黄豆，你要跟我要这个什么要核武这些问题的话，你都跟我要，我为什么都要给你？你给我什么？对，你那个对中国大陆这些芯片的还有这个有关这些芯片制造的这些设备的这些加诸的各种非违反贸易法的限制，你也要取消你取不取消？所以这些部分现在我觉得关键问题就留着贝森特跟这个在跟大陆方面在马来西亚今天这2天的谈判，我不太认为他们会谈出很具体的结果啦。那谈不出来的话，那川普你就到韩国去，你自己去开会吧。那习近平应该是见不到了。我想不想见他？好，杨教授，你也是这么看的吗？我觉得川普这次来亚洲2大任务，第一个来收钱，那就是对日本、对韩国；第二个呢是来针对中国大陆，他可能要新一波的这种高压式的做法，要中国接受美国的条件。所以我觉得 APEC 的或者是在月底习川会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举行。但我觉得不举行对川普好，对美国好，真的。因为中国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到科技战2.0，情势逆转，是开始相互的在做卡脖子大战。美国过去一直以来用科技战，主要是芯片设备，还有呢关税战，那就是用高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现在是38%到50%，那可能会再加个100%，用这2个东西来去卡中国的脖子，这已经打了8、9年。
那你看中国的经济呢？中国的出口呢？中国的科技发展呢？越来越强。成熟制程其实都已经完全它在领先了。可是中国现在倒过来，最主要稀土还有大豆，你不要小看大豆啊，美国有18万户大豆农，它如果不卖给中国，其实它会产生很大的农业上的冲击、粮食安全上的冲击，还有政治上的冲击。那稀土当然更严重了。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很不客气地告诉川普，因为川普前2天和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签说，美国跟澳洲要做稀土合作，开矿、冶炼，然后呢成品。那川普夸口说，明年我们做的稀土会多到这个让中国受不了。《纽约时报》说，想都不要想，短期之内根本不可能。我们讲的短期至少5年。中国不只是90%的成品是中国生产，那整个过程当中，制程、技术、数据、人才，我们台湾最了解，也就是我们台积电在半导体晶圆制造的长项，中国也在稀土制造上面，在这个 IP 在制程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你做出来一样的东西，跟中国比，你效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讲稀土，它真的就倒过来卡到美国的脖子，所以我现在把它叫卡脖子大战。因为中国因为它就有底气了，它就有筹码了，所以呢，他就坚持他讲的那句话：中国不吃这一套。你不要用那种高压的方式对待日本、对待韩国、对待欧盟，甚至你对待东南亚国家，你对待加拿大、墨西哥，你对待台湾更严重。你要来对待我们中国，他不吃这一套。因为他自己的市场，他自己的制造业，他自己的生态系，他自己的整个技术，其实已经不受你美国控制。还有最重要，他倒过来卡你脖子。然后呢，《纽约时报》又登了一篇文章，也一样是这个今天2篇文章。第一个，他讲核电厂，现在美国有98座核电厂，占美国发电18%，中国有57座核电厂，占整个发电4%。未来到2030年中国会超越美国，达到102座，而美国根本不会增加。同时不要忘记，他说整个矽谷现在都在羡慕中国的科技业、高铁基建。我这都讲的是纽约时报我不是在做这个帮中国做宣传。纽约时报写的这3篇连续的文章，各位去看一下，中美之争其实已经情势逆转，而如果川普见不到习近平，其实刚好对美国比较好，因为至少他不会毫无所得然后呢，他的外交之战还可以收到一些钱。好，中国真的是掌握的稀土，这个稀土可以说是全世界中国无可取代的一个资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就要来到亚洲了，而他在印太方面的布局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到他是怎么去拉拢盟友的。首先就是日本了，日本的今任首相高市早苗呢，他眼里呢要向川普来强调日本防卫的决心。哇，这真的是对中了川普的心啊！他计划呢，至2027年将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2%，并且呢，还要在这个提升日本远程导弹进行反击能力，标示日本对战后和平宪法所确立的限于防卫原则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川普可能会不满足因为他预计会向日本提出将国防预算的提高到 GDP 占比为5%，你2%还不够啦，我还要更多。同时要求要你买更多的美国军武，而且呢，双边的安全协定为5万驻日美军士兵要提供额外的开支。好，这是川普他来这个亚洲行的一个相当重要，就是要去讨钱、讨人、讨资源。好，另外再来看到呢，高市早苗他也预计呢会在这个峰会里面提出另外一个川普的心头号，那就是去购买美国的大豆天然气皮卡车。大豆我们可以知道，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不买了嘛，所以呢，如果日本愿意买的话，当然是很好啦。另外呢，日本也计划要采购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这些天然气目前不会来自这个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这个管线计划是不是很耳熟？就是我们中油答应的那个计划哈。这
个日韩都不太愿意答应的这个计划，所以他们买的这个管线不是来自这里的。好，所以呢，美日政府呢将研议一份清单，再给川普来选。哇，那真的是川普来这一趟就值了。好，我们再来看到，除了日本之外呢，印度方面也跟白宫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川普在出席这个白宫的排灯节庆祝活动的时候呢，也称赞了双边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On behalf of all Americans, let me also extend our warmest wishes to the people of India. I just spoke to your Prime Minister today. We had a great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rade. Let's have no wars with Pakistan.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trade was involved, I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at. And we have no war with Pakistan and India. And that wa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But he's a great person, and he's become a great friend. 明明之前川普才跟印度闹翻，就是因为印度去买俄国的石油，还说给他惩罚性关税。结果现在呢，又说莫迪是伟大的人，伟大的朋友。而莫迪他也发文了，证实呢他跟川普通话，正在寻求修复关系，甚至呢他们还敲定了协议哦。传出啊，就是因为印度他们已经同意了要减购俄油，来换取这个关税从原本的50% 降至15到16%，而印度可能愿意逐步的减少从俄国进口石油，并且呢要扩大来自美国去进口非基改玉米还有豆。为什么这个时候？之前这个印度跟美国闹翻的时候，双方是不动如山，完全没有要提这个关税的协议。结果现在突然间和好了。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闹翻了，所以中国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了嘛，所以印度愿意买，那我们就来和谈好了。还好他当初有把关税调到50%，对不对？现在才可以慢慢的降。好，除了这个购买农产品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军备方面哈，美日等多国呢也在 ANULEX 25的联演上面来深化印太盟邦安全，来抵这个中国的威胁。好，美国的海军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是一起来进行联合防战能力的。而这个新德里方面呢，也对于这个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啊，他可能会像这个安倍一样，去与印太伙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呢，安倍就是发起了美印日澳的4方安全对话，因此呢，也被称为是4方之父。而现在呢，外界认为他可能会像安倍一样，继续去关注印太地区。同时间呢，这个美军啊，2026年呢，也在印太地区去大规模实验，去部署数百的高空气球。这个高空气球之前中国也是飞了很多过来台湾嘛，那现在呢，美军它也要计划了，我们自己也要用这个气球、太阳能滑翔机以及其他的高海拔载具，要来验证战场监视以及干扰敌方目标的实战效益，提升军事能力。但是中国的军事能力还是很强啊！我们来看到它最新的什么隐形板直20曝光了。大陆曝光这个隐形板直20呢，它的设计蓝图，军事博主就分析了它的低噪音旋翼的战机优势呢，会不弱于美国的隐形黑衣直升机，未来势必会成为解放军特种部队执行斩首行动的重要利器。另外啊，还有一个新世代的轰炸机，大陆的隐形无人机也首飞了。这是由南华早报报道的，说有一段大型的曲柄风筝无人机影片露出了，传出呢这可能是类似美国的隐形轰炸机，但是目前呢还不明确它是不是一个这个大型的无人机。那这样子看起来呀，中国目前在中南海的布局，还有美国的盟友战略，美国能不能够因此去来制衡中国呢？我们先来请教介大使。美国事实上的话，事实上要制衡中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是核子大国，所以美国基本上它不会跟中国大陆主动寻求军事的冲突，因为这个一冲突起来的话，如果往上升高的话，那会造成美国本土受到核子武器的攻击最后造成美国的毁灭。除非美国自己本土以前先受到攻击，要不然我想美国不会会尽最大的可能避免跟中国大陆进行有任何的武装冲突了。
那它只有靠什么？美国就是要靠这些盟邦了。所以现在的过去是靠美国核资产保护的这些什么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国家，现在在川普的战略眼光里面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国的棋子啊。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军事冲突的话，日本先上，韩国先上，菲律宾先上，那问题就变日本人国际政治的经验，还有他国内这个敏感度是比较强的，不会这样子一头扎下去跟美国人他是要利用美国人，不是被美国人利用。你要知道日本的国际政治经验不是那么欠缺的，韩国人一样，韩国也是说我跟美国联盟是要利用美国人，不是被美国人利用，连菲律宾人都很清楚。那可是呢，这个美国发觉最好骗的就是怎么样，跟他既没有这些同盟条约，也没有任何对你任何承诺的，然后呢，发觉对他这是百依百顺，叫他拿1650亿的这个钱觉得还怎么样？自我解说嘞，说哎呀，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的全球布局，我们台湾的台湾的芯片产业走向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力量的扩散这个就是说阿 Q 到这种程度所以呢，现在美国的策略已经很清楚了。美国现在有一个策略，其实他的盟邦都很清楚，叫什么？大撤退，明着往向是进，实际上是撤。然后他要谁进呢？他要日本进，他要韩国进，他要台湾进，所以呢还要叫菲律宾进。那很怕就是说这4个美国想要做他棋子了就看谁头脑最昏庸，最后呢真的上美国当，真的上场替美国利益来怎么卖命，最后呢美国在后面怎么样坐收渔利。不是都说台湾有事，其他国家有事吗？怎么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邱毅委员，印度不要把这个高市早苗给高估了。那如果美国川普还认为说他布局印太，然后找到了浮木，这个浮木就是日本的新内阁，那真的就大错特错了。高市早苗这个内阁笃定是个短命的内阁，在日本的政治史里面能够担任日本的首相的大概都有2个职位的经历，一个叫外务大臣，另外一个叫防卫大臣。高市早苗没有他没做过防务大臣，没做过防卫大臣他也没做过外务大臣所以本来有人建议说，是不是让林芳正可以回锅？他毕竟在岸田内阁的时候，他对这些对外事务是比较熟悉的。日本现今就需要对外的关系，尤其马上要面对最难搞的川普他28号就要来谈那你总得有个有经验的人来应对川普的压力吧。好，那至于防卫大臣，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小泉进次郎。为什么？因为小泉进次郎这是立功在内阁首相的位置的决定上面，是谁去跟维新会去谈判的，让维新会的38票能够过来支持高市的，就是小泉嘛。因为小泉跟吉村洋文他本身是非常熟悉的，跟桥下彻关系也好，所以呢他立了功劳，当时就是以防卫大臣作为一个让小泉去谈判的交换条件嘛。而小泉走的是他爸爸小泉纯一郎的那一个右倾的路线，所以这个内阁是一个没有经验、不稳定，而且呢它是左右共治的一个内阁。而这个内阁将来怎么能够维持稳定，自己稳定不了，你怎么作为美国布局印太的重心呢？你怎么能够作为印度坚强的盟友呢？好，刚才这个稀土的问题，我就想川普真的是谈判打乱了。他不是主持人不是讲吗？他不是说要宣布把这个笔电喷射引擎这些要管制出口。那我请问你，这些产品需要什么才能够生产出来？稀土你没有稀土，中国看到你
去管制这些产品，那开我心的嘞，就把你需要的稀土卡住啊，你就生产不出来了，那你还能管制出口什么呢？所以证明川普整个谈判上已经打乱了。好，我们继续来谈论这个印太布局啊，哈，杨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从冷战结束到大概10年前吧，其实维持的全世界它是独霸的，军事、经济到科技都是如此。那在亚洲也是如此。那可是你就看到这10年，或者再往前面推这15年以来，那尤其在全球形成一个G2，就中美的竞争对抗，在亚洲呢，那当然这个在整个西太平洋形成就是整个冲撞挤压。那美国在这边有2个盟邦，日本、韩国。现在慢慢的从一个美国的独霸走向权力平衡。而这个权力平衡就是指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的时候，他们各自的盟邦，美国是有军事盟邦，中国是有外交上跟邻邦的关系，透过一带一路跟金砖组织，还有在各大洲全球南方的这些投资跟贸易关系是比较松散的，而美国跟这些盟邦是比较紧密的。现在盟邦在输血给美国，因为美国相对的弱势了。但这个输血其实已经好几次了，这种输血就代表着，因为我跟你所谓的价值制度，我跟你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过去你吃肉我喝汤，长久以来现在受到中国的挑战，那美国强去把供应链要一切为2，那这些国家自然只能选边，可是选边的同时，他发现到那不是完全的脱钩断链，他未来其实占整个最大的优势在制造业，在贸易。还是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制造，也许未来的中国的科技，所以他们也维持跟中国的这个互动的关系维持一定的良好关系。所以你就看到我觉得川普这次来亚洲，大概最后一次美国来跟他的盟邦收钱。那但是呢，如果说军事上走得太前面，这些亚洲国家自己也很紧张。等他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公布这个战略报告，战略收缩，美国本土安全第一优先。那你这些盟邦不是搞个寂寞吗？既然又捐钱了，可是呢，安全上又没有得到保障，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聊。好，来看到美国现在不仅是跟中国的贸易战正打得火热，在美国内部自己的财政上面似乎也是出了状况。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债已经达到了新高了。美国的国债总额是首次超过了38兆美元，人均负债是11万美元。好，不过呢，美债很高，大家还是不担心的。反正美国本来就是一直在借钱嘛，有投资就好啦。但是怎么样呢？美国其他的财政状况同样是很令人担忧的。尤其现在在关税战的威胁之下呢，传出大陆跟日本还有韩国3方呢要来谈货币，怎么说呢？现在呢，大陆正在与日本还南韩就可能的3边货币互换来进行谈判，要加强该地区的金融安全网。难道是要把美国给排除在外吗？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国家都慢慢的在去美元化了，像是呢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尤其是来自东南亚、中亚还有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客户呢，现在都主动提出了要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广交会就是也说了，这现在都在去美元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去美元化的机制呢？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呢，他们本来就缺美元嘛。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美元实在是贬太多了，如果不用美元结账的话呢，或许这个出口也比较不会赔这么多钱。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似乎是前景不太好。那么川普现在难道就用战事去转移焦点吗？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个他跟委内瑞拉的关系了。现在呢，川普是对委内瑞拉的
马杜洛政府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我们知道，现在川普已经把海上的舰艇给开到委内瑞拉的外海加勒比海那边了，说呢要来进行海上打击，要打击他们的运毒船，甚至现在已经从海上考虑要展开陆地打击行动了，甚至还说他已经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了。好，甚至委内瑞拉呢，他们呢也秀出了遏制的超音速飞弹要来呛虾。哇塞，两方难道是一触即发吗？美方也很担忧这一款速度高达3.5马赫的飞弹将对美国海军部署在加勒比海的舰队来构成严重威胁。这似乎就代表说，美国的后燕竟然是出现了潜在的军事危机。这个军事危机还不是其他国家来施压，是美国你自己主动要去打的呢。好，联合国现在也开始在谴责美国了，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行动是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甚至呢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表明拉丁美洲外部干预的漫长历史绝对是不能够重演的。好，除了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关系，我们来看到美国跟它的邻国阿根廷现在的情况似乎也是有一点微妙的哈，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筹划对于陷入危机的阿根廷提供高达约1.2兆台币的援助计划，但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要施压阿根廷去限制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啊、贸易、电讯网络领域的影响力，甚至呢还扩大讨论说要获取阿根廷铀供应的权利。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当初俄乌谈判的时候也说，稀土开采前必须要给美国。好，财政部的发言人就说了，说一个强大稳定的阿根廷是有助于巩固繁荣的西半球，这明确的符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对此，阿根廷的财政部发言人是拒绝评论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不仅如此，他要来资助阿根廷之外呢，竟然还想要买阿根廷的牛肉。这件事情是让美国的农民炸锅了。传出呢，川普考虑要进口牛肉，因为现在呢，美国的牛肉价格一直在攀升想要缓解民生压力。结果，美国的农牧业界是强烈的反弹，甚至还批评川普这样做是在背刺农民。尤其阿根廷最近做了什么事情？他最近是取消了大豆出口税，进一步的抢占市场，让美国的大豆是更难外销了，因为阿根廷的大豆更便宜了嘛。没有想到，川普政府对于阿根廷提供金融援助的政策形成了强烈对比。你不只提供金融，让他卖大豆，甚至现在还要去买他的牛肉。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在美国川普的大本营，他的农业中蔓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情绪了。我们现在请教邱毅委员，现在川普的内政是不是也搞得有点一团乱啊？川普的内政当然非常的麻烦，也就是因为非常的麻烦，他感觉到美国的霸权可能不在，所以他会捍卫美国的霸权。支撑美国霸权的有3个支柱，3根柱子，一个叫美军，强大的美军；第2个美元的霸权；第3个美国科技。我先不讲第1个跟第3个，我专讲美元的霸权。因为美国要巩固美元的霸权，所以他非常 care 人家在搞去美元化。我们现在以为说中日韩可以进行所谓的本币交易，可以去美元化，那个是在石破茂的时期，而石破茂也不敢真的去做，因为这么一做的话，那就是明着跟川普打对台。大家记不记得川普为什么会去对巴西采惩罚性的关税？就是因为他认为巴西的鲁拉基本上加入了金砖以后，跟金砖的俄罗斯跟中国在搞去美元化，在搞本币交易，所以他就针对了金砖国家里面他比较可以对付的巴西，对鲁拉就动手了。所以他不可能让中日韩之间进行所谓的去美元化的，因为现在的高市在意识形态上面，他一定走的是比较极右翼的路线，他不会去进行所谓的中日韩之间的去美元化。但是即使如此，美国的内政仍然非常的糟糕。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主持人也说到，其实这个关税
如果依照它的供给弹性跟需要弹性，我们精算一下就知道了。大部分的川普课的那些关税，最后都是转嫁到美国的进口商、跟美国的零售商以及美国的消费者。所以美国现在整个物价已经发生了通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了嘛。除了通膨，它又发生的失业率也提高了。所以当失业跟通膨都发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叫做停滞性膨胀，这才是最棘手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民对川普提出了抗议，要上街头去抗议川普？因为他不听别人的意见嘛，而且在整个停滞膨胀的危机之下，他还在大兴土木，还在耗费支出。因为美国现在的财政赤字也非常的严重了。刚才讲到美国的债务38万亿美元，就是38兆，38兆基本上借新还旧，可是你基本上利息支出仍然会增加，它的财政赤字就会扩大啊。但是你仍然在白宫大兴土木，你的官员们仍然做耗费性的支出，那当然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的不满嘛。好，金老师你怎么看呢？现在这个反川的运动是越来越强了吗？对啊，不反的话才怪呢，对不对？川普这个，我觉得对委内瑞拉这个要动武的迹象越来越明确。我想最主要原因不是委内瑞拉跟美国有什么深仇大恨，最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有点不太满意啊，所以呢，现在呢把他的本性露出来了，好战本性露出来了。所以他天天说，我制止了8次战争，哦，这个人类历史上3000年的恩怨也被我解决了，可是他就没有办法跳过委内瑞拉这一关，很奇怪，对，讲的是爱好和平，结果准备拿着这些现代化军队去修理另外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国，所以呢，我看他打完委内瑞拉以后啊，他会继续打，会打哥伦比亚，所以他说他弥平了8场战争哦。那可能要减2，因为他要发动2场，所以他的记录只有6了。那下一次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记录要弄清楚啊。他不但已经准备要打这个委内瑞拉，他对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啊，他悬赏5000万美金，那个悬赏他人头，那全世界贴那个人头标示，你把他人头交来5000万美金，这个委内瑞拉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当初的时候是怎么讲？他的打人家理由都会变的。一开始他在他的那个 True Social 上写说，你如果不把你这个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杀人犯、各种这些犯人从你送到美国来做非法，你不把他们收回去的话，我就出兵打你。结果呢，军队出去以后呢，结果说是抓毒贩。对，我都忘记这一段。可以变来变去的，变来变去，对，真是欲打其人啊，欲打其国，必有其罪。所以呢，川普说实话，这种搞法的话，我觉得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将来会联合起来对付他。所以呢，有川普在，我想离他越远，就是是一种幸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拉丁美洲不是美国的后花园吗？怎么完全变了呢？杨教授，美国现在整个国债的总额现在超过38兆，各位你知道超过38兆是什么意思吗？他每年要还的利息已经来到1.22兆，光是利息的部分，这个38兆还是不动，所以他在24年的时候，他一年的政府的支出是6.75兆，虽然他的收入其实只有4点多不到5兆，所以他有很严重的这个政府的预算，赤字预算，但是他的6.75兆里面要还给国债的利息就1.22兆，然后呢，军费还不到1兆，社会支出也不到1.2兆。这1.22兆占美国一年的政府的支出18%，所以他每年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钱。那38兆里面，你看到他为什么一下从37，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还讲36咯，一下多的这个1兆多将近2兆来到38兆，因为贝森特最近不断在发短期的债务，
因为大家市场上都在炒，都在买短期的债务，把它跟黄金、跟比特币当做一个至少避险的工具。可是短期的债务后来又出来一个币叫稳定币，那糟糕了，稳定币一定要买美国的短期债务，如果你要用美金来作为稳定币的担保的话，而且买了之后不能动，要放在那边，要锁在那边，不然就不稳定了。因为你随时买稳定币，你要去跟他交易，他必须要拿出来给你。那美国的法律叫做天才法案，也这么定的。那所以稳定币现在目前已经发行了将近5000多亿啊，在美国而已哦。所以它还能怎么样的扩大？所以有人说稳定币是稳定美国美元霸权，这个不要误解，那是个骗局。为什么？因为它只能买短期的，而且锁在那边，而短期的债是有固定的，而且现在债不能再发了。贝森特为此还真的又发了将近1兆多元的这个美债，中间大部分是短期。所以现在美国的整个经济的状况非常的严重。那瑞士银行这1-2个月就在评估了，他觉得今年或明年美国有93%的机会会进入到衰退。那他从几个指数，这几个指数我们都讲了很多了。第一个就业，那8月份的时候就业，整个美国这个经济8月份就业人口多少？22000人，基本上是个笑话。9月更没有公布，为什么？因为政府停摆。可是人力资源公布的是2年半以来最低的就业人口，很简单嘛，因为经济不稳定，关税不稳定，对，消费又弱，所以老板公司不愿意新聘人。然后呢，再加上通膨，8月中旬才开始抽这个15%的这个关税，到现在已经开始看到效益。所以当川普喊你敢用稀土中国，我就用加你100%，第二天他就说了，因为他不可以。现在中国来的商品已经占了至少30%起跳到50%，你再加个100%，那货架上的东西没了，因为就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了嘛。所以通膨会非常严重，而且预计高盛就是预计就是大概就10月、11月，也就是但因为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所以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采购，你还看不出来。After Christmas， 美国人经常讲 After Christmas sales， 所以通常是说圣诞节之后去做大采购。现在圣诞节之后谁敢采购啊？因为通膨会起来。然后呢，生产，你整个生产，第一个，你反移民已经1000万以上的移民大军不在了，缺工了，所以你缺工，你在工厂、农场都找不到人了。然后呢，你基本上又把这些优秀的白领的研究人才都赶走了，不给签证，华裔人才都离开了。那你现在要大家来投资，你觉得日本、韩国、欧盟看不懂吗？我哪有打水漂下去？所以我都跟你讲，我是叫做这个投资担保，意思就是说，你有投资我才担保，没投资就轮不到我担保。那谁敢投资？因为美国人自己要投资，所以呢，苹果这些大的个 AI 的大设备就要开始进来，要把这个景象再给撑起来。但是各位，那是撑景象，